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哦。我们要一起来趟深度导览，目的地是哪里呢？就是《佛说阿弥陀经》里面提到的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完美世界——西方极乐世界。好，在我们正式出发之前呢，我想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现在让你来设计一个你心目中最完美的天堂，它会长什么样子？那里会有什么？又或者更重要的，那里不会有什么呢？大家可以先把这个想法放在心里哦。等一下，我们就来看看2000多年前的这部经典是怎么描绘这样一个地方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首先，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，它到底在哪里？有趣的是，它并不是在我们这个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哦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，在概念上就跟我们完全不同的存在维度。10万亿佛土，哇，光是听起来就觉得超级远，对不对？这到底是一个多远的距离啊？经文里面是这样形容的：就算我们搭上最厉害、最先进的太空船，一直飞，一直飞，可能飞个好几辈子、无数个世代都还到不了。所以说，这是一个你几乎没办法用物理距离去衡量的所在。但是好玩的地方来了，你看哦，虽然物理上它远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，可是对于那些受到阿弥陀佛接引的人来说，这趟旅程竟然是弹指之间就完成了。这不是很神奇吗？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这趟旅行的重点根本就不是你的交通工具速度有多快，关键在于你的心，你的心灵频率有没有跟那个世界对上。那是谁在那里等着我们呢？就是这位阿弥陀佛。他的名字其实意思很深远哦，代表了无量的光明跟无量的生命。所以他不只是这个世界的，可以说是创立者，他同时也是每一个去到那里的人的老师，一个心灵导师。好，我们知道了地点，也认识了导师。那接下来，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本身吧。为什么它要叫做极乐世界？这个名字一定有它的道理在，而且里面就藏着它最核心的秘密。答案其实超级直接，经文就这么一句话：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你看多么简单明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在那里你找不到任何形式的痛苦。不管是身体上的病痛啊，心里的烦恼啊，还是说环境很差之类的，通通没有。那里的人们体验到的，就只有纯粹的、不间断的快乐跟安稳。而且那里的整个环境设计，你会感觉到它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保护。你可以想象一下哦，四周围着的栏杆是用7种珍宝做成的，光是待在那里就很有安全感。然后一排一排的宝树可以帮你遮太阳、挡风，甚至连空中都挂着闪闪发亮的罗网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是做什么用的？就是连一只小蚊子之类的干扰都帮你隔绝在外。所以这是一个让你从头到脚、从里到外都感觉被温柔呵护着的地方。接下来，我们把镜头转到这个世界里，我觉得最美的一个景观之一——宝池。这些池塘可不只是好看的装饰品哦，它们可以说是整个极乐世界的生命泉源。你再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整个池子的边岸都是用金银琉璃这些珍宝打造的，然后池底呢铺满了一层闪闪发光的纯金色的沙子。哇！不过要记得哦，这跟我们人间想的那个财富不一样，它其实是一种纯净跟庄严的象征。再来，池子里的水那才厉害了，它叫做8功德水，意思就是说这个水有8种超级棒的好处。比方说，它非常的清澈，喝起来很清凉，又很甘甜。而且不止这样哦，它还可以让你的心变得很平静、很祥和，甚至连肚子饿、口渴的感觉都能消除。最神奇的是，它还能长养善根，就是帮助你灵性的成长。
所以这根本就是一种可以从里到外把身心都净化一遍的神奇泉水嘛。那在这么棒的池子里长了什么呢？就是莲花，而且是超级巨大的莲花。经文上说大如车轮。这里有个小知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古代印度讲的车轮，指的不是我们想的那种普通牛车的小轮子哦，而是国王打仗时候用的那种战车。它的轮子非常巨大，可能比一个人还要高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莲花有多壮观了。这些巨大的莲花还不止一种颜色哦，主要有4种：青色、黄色、红色，还有白色。而且每一朵莲花自己都会发光，不同颜色的花就发出不同颜色的光，还会散发出那种很清雅的香味。在这些颜色里面，据说青色的莲花是最稀有、最珍贵的。好，我们刚刚看了这么多视觉上的祥宴，现在让我们把耳朵打开，来感受一下其他的感官体验。极乐世界可以说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在演奏着一场感官交响乐的地方，充满了和谐的音乐跟光芒。你在那里，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听到非常美妙的音乐。但最酷的是，你找不到乐队在哪里，也看不到任何一个乐手，因为所有的乐器，什么笛子啊、鼓啊、琴啊，全部都飘在空中，风一吹，它们就会自动演奏出非常祥和、动听的乐章。那脚下踩的土地呢，是黄金铺成的。不过我们又要再强调一次哦，这不是我们想的那种冰冰冷冷的金属黄金。它之所以看起来是金黄色，其实是因为那是佛菩萨的慈悲跟智慧的光所照映出来的颜色，所以你踩在上面，感觉是温暖的，是光明的。我们来看看那里的人，他们平常是怎么过日子的。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常活动，就是供花，是这样子的。首先呢，一天会有6个固定的时间，天上会像下雪一样飘下很漂亮的花，叫做曼陀罗花，然后大家就会用自己的衣服把这些花接住。接下来就是最神奇的部分了，他们可以在一个念头之间，咻，就带着这些花去到宇宙中无数个不同的佛国世界，去供养那里的佛。然后呢，供养完了，又咻一下就回来了。那没用完的花怎么办？它们会自动消失，让地面又变回一片干净的金黄色，是不是很优雅？好，我们看了这么多这么美好的景象，不管是看的、听的、感受的，但现在我们要来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了：为什么要有一个这么完美的世界？它被创造出来，终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从一个很实际、很生活化的问题来切入好了。在一个什么都不缺，连地都是黄金的地方，那里的人需要吃饭吗？如果要的话，他们都吃些什么啊？答案来了，而且这个答案可以说是整个极乐世界的精华。他们其实是不需要我们这种物质的食物的。他们的食物是什么呢？是禅悦，也就是在禅定中感受到的那种喜悦。那他们的饮料呢，是法味，也就是听闻佛法时心里领悟到的那种智慧。所以他们完全是靠这种精神食粮来滋养自己的生命。所以这就带出了最重要的一个观念：极乐世界它并不是一个让你去享乐的度假天堂，也不是一个退休的终点站。正好相反，它其实是一个最完美的修行道场。你想想看，他把所有会干扰你修行的东西都拿掉了，像是为了生活打拼的压力啊，人跟人之间的烦恼啊，恶劣的环境啊，全部都没有，就是为了创造出一个可以让你100%专心提升智慧、走向开悟的一个最理想的环境。好，在我们今天这一趟旅程的最后，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拉回到我们自己身上。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个完全建立在慈悲跟智慧上面的世界，那这个愿景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？它可不可以让我们去反思一下，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社会里，我们想要创造的那个人间净土，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慢慢思考了。